二位官爷，不知此案的主审大人是哪一位？为何只单独宣我一人问话？哪来那么多废话？进去见了大人，自然知晓。快着走。大人，居木儿带到。下去吧。是。民女见过云大人。今日寻你前来，只是例行问话，你不用紧张。这里没有外人，凭你我之间的关系，又何必如此见外？依云大人所言，我们不过是亲友，并无任何关系。不知大人找我来，究竟所为何事？丽妃一案的案发现场有打斗过的痕迹，皇上认定此案为谋杀案，下令严查。民女一定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。那你跟我来吧。木儿，坐。此案呢，发生在深宫当中，非同小可，本应该由乌金卫来负责，但是基于你已是龙家的人，为了避嫌，才由我来代行的。知道了，云大人。这个是今年刚刚采摘的新茶，你尝尝。木儿，我记得以前你最喜欢喝这种茶。多谢云大人，只是世事变迁，大人无需再提起以前的事情。木儿，云大人，请言归正传。丽妃一案，若是大人有任何想知道的，民女一定悉数相告，为大人提供线索。又失败了。大哥，这个假尸体，它的重量还不足丽妃的一半，这些琴丝都支撑不住。小六在，拿下一家琴铺的琴丝来。大人，京内所有琴铺的琴丝我们都拿来试过了，没有一条与凶器相同。其实，我们先前已经将凶器拿到各个琴铺去辨别指认，也没有一个老板能认出此凶器的来路。为防止疏漏，我们才决定将所有类别的琴丝都拿来比对，谁料依然是白忙一场，毫无收获。这个我先前已打听过，琴丝为了防止断裂，都会用天蚕丝进行制作。可就算是上等的蚕丝，它也经不住一具尸体的重量啊！哎，二爷所言甚是，我们此番筛选啊，无疑是大海捞针。而且，这个凶手他也是有备而来，他能把这个线索留在这儿，那就说明不会露出破绽。所以，就算继续追这个线索，那是徒劳无功啊！丽妃之死，乃被琴丝割破喉咙，而后悬尸高粱。凶手手段残忍，内心狠毒，绝非一般人可以做到。若从琴丝着手都查无所获，那可真是毫无头绪了。今日有劳王御医从旁相助，相关线索我已知悉，若有需要，日后再来请教。龙大人无需见外，下官先行告辞。大哥，木儿究竟是被何人带走的？咱们三个都是目击证人，为何偏偏带走了他呀？难不成木儿被当成凶手了？我得帮他做证据。你稍安勿躁。我怎么稍安勿躁啊？这件事本来就应该乌金卫全权审理，怎么主审人变成别人了？居木儿是你媳妇，是龙家人，我自然应该避嫌。况且，主审他的人
应该也不会为难于他，你就放心吧。你怎么知道？是他呀。那还不如是别人呢。这墨儿在云清贤手里，我更不放心。这个云清贤在我看来，他还不如坤殿的叔伯呢。二爷，咱小点声吧，这是皇宫。哎，皇宫怎么了？我说的都是大实话。他们一个伪君子，一个真小人。哎，你说我跟木儿怎么总栽在这种人？不知舒大人前来案发之地所为何事？据说龙大人对此案毫无头绪，我此番前来，就是协助龙大人办理此案。只是，没想到龙二爷也在。舒大人昨日护驾有功，忙了一晚上，还能来这个案发现场，实属朝廷栋梁。只不过此案归乌禁卫审理，这怎么舒大人在坤殿也过来了？把证据收起来。是。舒大人这是何意？龙大人多有得罪，我只是循例执行公务。哦，关于此案，我有个好消息告诉你。杀害丽妃的凶手已经被我们坤殿抓捕归案。我此番前来，就是为了收集现场证据。昨晚我奉命在房中看守丽妃娘娘所演奏用的琴盒，一步都未曾离开。那屋子在我离开前，除了丽妃娘娘，并无其他人进入过。所以我怀疑，凶手一定是掌握了丽妃娘娘的行踪，趁我离开后潜入偷偷行凶。民女方才所述，正是昨晚丽妃娘娘遇害前后的所有过程。只是，你有何疑虑？丽妃娘娘在敲门时，情绪极度的紧张，言辞闪烁，像是受到了惊吓，一路从寝宫逃到了侍女的房间。若是凶手真的意图要杀人，那为何不直接在寝宫动手，而是大费周章地绕至侍女的房间，才下此毒手呢？不知民女所述是否有不妥啊？为何大人迟迟未表态呢？实不相瞒，今早啊，刑部已经收到坤殿的文书，直指凶手便是宫中之人，其身份已经确认，证据确凿。凶手是谁啊？怎么会是他？舒大人，在下有一事不明。坤殿自称凶手已经伏法，那究竟是如何断定一名小小的宫女便是凶手？舒大人可有证据？其实此案并不难攻破。案发后，我去后宫盘查了近几日的值班名单。案发时，值夜的正是季宴，宫门的钥匙也就顺其自然地到他手里。根据守卫的叙述，昨日太后寿宴，为了众人的安危，在寿宴之际，宫门悉数紧闭。如此森严的皇宫壁垒，连只鸟都插翅难飞了。唯有他可以自由进出。坤殿直指季宴就是凶手，那证据呢？如何证明丽妃娘娘就是他亲手所杀呢？舒大人并未给予具体证词，只道是铁证如山。荒谬！怎么能凭他一句铁证如山就轻易将人定罪呢？你别急，我正是觉得此案办得仓促，尚有诸多疑点未解，才寻你前来问话，看看还有什么遗漏之处。那季宴呢？他现在身在何处？已被坤殿收押。可即便如舒大人推断的这般，也无法直接证明季宴就是凶手。更何况他的杀人动机又是为何？
待我坤殿审问之后，自然就会有答案。舒大人真的是洞若观火，只不过龙某有一事不明。舒贵妃那也受到惊吓晕厥，在场之人都看到鬼祟出没，这又从何解释呢？你敢质疑坤殿的办事能力？难道坤殿会去诬陷一个小小的宫女吗？哎，舒大人此言差矣，这只是……既然此案疑点重重，舒大人又已经开始着手审讯嫌犯，不如让吴精卫从旁协助，也好为坤殿做个旁证。毕竟丽妃之死牵扯到皇宫内院，非同小可，还望舒大人以大局为重。我这就随舒大人去坤殿走一趟。哼，请便。说好听是审讯，实则呢，就是屈打成招。哼。你与季燕是如何相识的？若尚有难处，大可坦言相告，我定全力相助。既然云大人觉得此案有疑，为何不直接申辩呢？事发至今，乌金卫封锁现场，都没有发现蛛丝马迹，我毫无线索，又如何公然申辩呢？那云大人为何要帮我？原来是居姑娘对在下尚有误解。我入世的时候曾经说过，当朝为官，为的是江山社稷，为的是黎民百姓，此言绝无虚假。我虽身为朝臣，尚有诸多无奈，但又岂会无视冤情，罔顾真相？你究竟是云大人，还是云大哥？夫君，不知夫君有客在此，香儿无心打扰。夫人怎么来了？我担心夫君忙于公务不记得吃饭，便做了几道小菜给夫君送来。云大人，民女所知已全然相告，若无其他事情，民女先行告退。且慢，我差人送你回去。啊，不必劳烦云大人了，多谢。居姑娘路上小心。多谢云夫人。既是夫君派人请来问话，理应护送居姑娘安全回府才是。只是普通证人罢了，无需夫人分心。来，爷，哎呦，您可回来了！二少奶奶在里面等候多时了。回来就好啊，我还以为他回去家酒铺了。哎，那个，不太好，爷，我看夫人脸色不太对劲，您小心点啊。二爷，季燕被抓，这其中必有隐情。你是怎么知道的？是云清闲告诉你的？我思来想去，总觉得有哪里不对劲。墨儿，你记住，此事与你毫无关系。可我入宫时，季燕几番相助，她对我多有照料。眼下她含冤入狱，我怎么能坐视不管呢？唉，你想，她在太后宫中当差，与丽妃毫无关联。他根本就没有杀人动机，而且他与我师父是旧相识，他在引我入宫时谈吐间像是有隐情相告，在这个时候他被抓了，会不会也太凑巧了吧？即便如此，
你也不便再涉入其中了。可我是此案的关键证人，怎能坐视不管呢？对了，二爷今日去案发现场，可有找到线索？并无收获。不过，大哥已经去了坤殿，他绝对不会让叔伯屈打成招的。坤殿的人肯定没少让他吃苦。要是我昨晚再谨慎些，我不出门求救，或许丽妃就不会遇害，我也不至于会连累到她。君木儿，你听我说，你跟此事没有任何关系。若不是你及时外出求救，可能就不是丽妃这一条人命了。你是因为命大，才幸免于难。这个凶手，他是有备而来，他就是为在寿辰之上加害丽妃，所以你无需自责。好了，有我在呢，不会有事。你是在何处发现的此物？这个就是在案发现场发现的。这宫中戒备森严，规矩颇多，早晚还有专人打扫。照理来说，丽妃的宫中不该出现这种东西啊。你闻闻这个。此味道与那个味道完全相同。寿宴前夕，宫中曾有异动。据在场之人所言，一时见到了污秽之物，而且我在墙角发现了同样的灰烬。可这究竟是何物燃烧留下的灰烬？尚不清楚，不过经初步判断，应该是一种特殊的香料。如此看来，两件事情该是同一个人所为。上次恐吓舒贵妃，应该只是要勘察宫中地形，为真正行凶做准备。大有可能。若真如此，那季宴便更不符合凶手的特征。他对宫中地形何等的熟悉，根本不需多此一举。再说，他入宫多年，若真想加害丽妃，早就可以动手，何必等到今日？凶手定另有其人。大哥，这眼下证据不足，疑点诸多，可坤殿却又着急定案，还把所有的罪名扣到姬燕身上，这究竟是何阴谋？这恐怕只有找到真凶，才能解开谜团了。大哥，姬燕如何？今日我去坤殿旁听审讯，全是些屈打成招的手段。姬燕已是满身伤痕，不过她至今仍坚称自己是冤枉的。那可有重审的可能性？难。后宫没有一人为她作证，寿宴之时，也没有人在她附近，只有她一个人值夜。若坤殿咬死不放，恐怕无力回天。大哥，此事暂不要让木儿知道，包括灰烬留下的线索。大哥明白你的用心，放心，我只字不提。小姐，我听侍卫小哥说，昨晚寿宴之时，丽妃娘娘被杀害了，死状尤为恐怖。你说宫中会不会真的闹鬼啊？之前小姐你也遇到过这种情况，好多宫女侍卫都亲眼所……嘘，此事绝对不可以乱说，知道吗？尤其是见了姑母，绝对不要说，知道吗？是，苏晴谨记。哎，不知墨儿姐姐今日约您见面，是否也与此事有关啊？
今日其实是有一事相求，眼下恐怕只有舒小姐能帮到木儿了。居姑娘不必见外，但说无妨。那就先行谢过舒小姐了。其实我是为了丽妃一案而来。虽然目前坤殿声称已经查明真相，基言落网，但此案仍有很多疑点未解，所以我想请舒小姐带我入宫，去案发现场查验线索。你想亲自入宫调查此案？正是。不行，姐姐，后宫闹鬼，理应避而远之。居姑娘，你作为现场证人，只用提供目击证词即可，为何非要亲自冒险入宫？其实，我不想有人蒙受不白之冤，而让真正的凶手逍遥法外。本来我应该让夫君带我去的，但他不想我牵连其中，此案又对我有所隐瞒，所以时不待人。如果不查出真凶，我怕季燕他会撑不住。你的意思是，我爹断错了案，抓错了人？小姐，姐姐不是这个意思。舒小姐所言正是木儿之意。我怀疑令尊可能断案有误。好，我就带你入宫，但是我的目的不是让你去查案，而是让你知道我爹向来断案如神。这里就是案发现场吗？这个就是丽妃娘娘当时被悬挂的地方。所有的东西都整洁如新，看来是被人清理过了。你从何查起？竟然是昆月琴！姐姐，如何判定凶器就是昆月琴啊？这世上人会说谎，真相也可以捏造，可是声音不会说谎。任何物体在碰撞时都会发出声响，但只要是琴音，我就一定不会听错。琴弦在划过皮肤时，勒出鲜血，就会发出一丝颤抖之声。这种细微的声音，你是如何能听到的？我先前因为双目失明过，所以会对声音尤为的敏感。我总觉得有哪里不对劲，方才仔细一想，才明白，那微弱的声音不像是普通琴弦所发出，而像是一种特制的琴丝。此琴叫昆月琴，乃西闽国特有，所以无论怎么查，都无法查出线索。仅凭着旁人难以察觉的声响，你就能够断定凶器便是昆月琴的琴弦？我敢断定，就是昆月琴。昆月琴琴身短，琴丝极细，一般人可能会看错，但是我随师傅习琴，有幸见过，所以我敢断定就是昆月琴。舒小姐若是不信，大可去拿凶器比对，一看便知。什么呀？别怕，我保护你们。舒小姐小心。
爷，误会，误会。哎呀，木儿，你得给我一个解释的机会吧！我当时进宫呢，只是因为有些线索无法疏通，那我只能进宫巡查。我刚进去没多久，就有人进来，那我只能躲进衣柜里。可是我没想到，这进来的人竟然是你啊！那除了这件事情，二爷可还有其他事情瞒着我？不必装了，我早就已经知道了。关于丽妃一案所有重要的线索，二爷早就知道，只是没告诉我。你可别光说我啊！那你为什么又出现在案发现场呢？你不是答应过我不再去查案吗？那你为什么又要私自调查呢？而且我这么做，不都是为了我好，不想我参与这件事情。我知道，所以我这不才找了舒小姐相助吗？咱们彼此，互相体谅啦。你怎么什么都知道？因为世上就没有不透风的墙。哎呀，好了，我知道你生气。夫人知行合一，夫人磊落坦荡，是我惭愧。那既然二爷感觉惭愧，不如就顺着木儿发个誓。以后无论遇到任何事情，都要和我商量，不要独自承担，好吗？好，我答应你。真的所有事情都要商量吗？二爷是指何事啊？你我之事。你在那晃什么晃？我有事要禀报。爹，女儿不知道爹爹在这儿，让爹久等了。晨儿，今天去哪儿了？是不是有事情瞒着爹？苏晴，是老爷。昔日都是你伴在小姐身旁，定是你搬唇弄舌带坏了小姐，真是越来越没有规矩。老爷饶命，苏晴不敢。爹，女儿知道错了，您放过苏晴吧。何错之有？我错在不应该私自带人进宫。爹，女儿真的知道错了。苏晴对女儿一直照顾有加，您就放过苏晴吧。放开她。晨儿，别怪爹狠心。爹都是为了你好，你生性单纯，太容易受骗，实在不该轻信他人之言。可是女儿觉得那个居木儿长得并不像是一个坏人，而且他在丽妃的侍女房中发现了一些与案件相关的重要线索。哦，丽妃一案，真凶已经逮捕归案，况且现场的证据也都被坤殿收了，他能找到什么线索？他似乎是能听到一些旁人难以听清的声音，好像
是与凶器有关。爹，你会不会真的断错了案，误将季燕当成了杀害丽妃娘娘的凶手？荒谬！连你都不信任爹爹。居木儿所说之事，我会派人去调查清楚。但案件之事不是你该担心的，你应该留在宫里，多陪陪你姑母。其他的，爹自会去处理。爹说的对，女儿知道了。只是苏晴她……去吧。谢谢爹。你们都下去吧。是。看来又有人想要多事。区一个酒铺女子，不足为惧。娘娘放心，此番我已经准备好了万全之策，绝不会让她误了正事。宁可错杀，不可放过。那个居木儿，之前在丽妃身边多事，难保她知道了一些不该知道的事。爷，我方才去六义房收租间，林月瑶手下那俩丫头啊，不但不给钱，反而还给我动起手来。他们说，咱们此前协议无效，而且我还听说啊，这六义房从今天开始停止招新学员，明日起停课。这是为何？不知道。二伯，李叔叔，我来了。少爷。哦，爷，那属下先告退了。哎，李叔叔，你这儿糟了。小少爷，呛到了吧？属下失礼了。你这个是何时沾染的？哦，刚才跟那俩丫头动手的时候，打翻了他们的香炉。难道是他？这就是二爷找到的线索。二爷可别忘了方才发过的誓说过的话。这个味道呢，我记得。后宫2次出现鬼祟之事，我跟大哥前后2次都在宫中发现过这种香料燃烧后所形成的灰烬。还请二爷仔细想一想，这六义房的林老板是哪里人？还有六义房授课时所用的琴有什么特别之处？这个林月瑶，她不是中原人。我之前派人打探过她的底细，但是都未果。至于她的琴，我当时不曾注意。那就对了。看来我们有必要拜访一下这个六义房的房主了。走。咱们是来做贼，你怎么那么明目张胆啊？走。你看什么？没什么，只是又想到了史家那副光景。每次碰到你都没好事，你还有心思笑？
谁？走。还好没追来。说了不让你看，你非看。凭什么你能看我不能看？我一个姑娘家。再说了，你偷看人家洗澡，你无耻。我那是为了你好。为了我好。我怕你自卑。龙月。不过你别忘了，咱们来这儿是为了什么？证据。是昆月琴，杀死丽妃的正是这种琴弦。墨儿，你再看看这些，这个香料，没什么特别啊，跟我们金龙客栈的差不多。这些香料并无可疑，将这些香料混在一起就能制出迷香，而只要用香过量，就会让人产生幻觉。看来此事跟这个林月瑶应该脱不了干系。我们先别打草惊蛇，先把证物拿走。走。主森，发生什么事了？立即离开此地，只怕咱们已经暴露了。等等，二爷，那林月瑶用的就是昆月琴，应该是他不会有错的。那咱们赶紧告诉大哥。什么人？这。在下来迟了，曲姑娘没事吧？没事，还好云大人及时赶到。都这么晚了，云大人为何在此？我就是碰巧路过，倒是二爷与夫人为何在此？还被刺客追杀，他们究竟是什么人？不好，二爷，我们要速回六一房。跟我走。是。启禀大人，六一房一人去楼空。